他出道即巅峰，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光之国于水火。他人气居高不下，奥特曼热度力压迪迦排行第一。他虽然没有 TV 剧，但是出道至今主导并客串的剧场版数量高居第一，甚至于60周年独属于他的纪念大电影正式制作。他虽然没有固定的人间体，但他却拥有着重奥难以企及的7种形态。他是赛文的儿子远古的亲孙子，但却特立独行，骄傲叛逆。赛罗奥特曼就像爽文中的主角，从叛逆少年到光之英雄，无不印刻着我们童年的梦想。那么他这一路到底有多少传奇之旅呢？让我们一看究竟。2009年，一部《超银河传说》席卷了整个特摄圈，阵容豪华囊括了大家所熟知的绝大多数奥特曼，但其中最闪亮的主角就是初次登场的赛罗。在怪兽牧场宛若神明般的救场，犀利的眼神加上独特的双重头标，这股张扬而不羁的少年气息直接俘获了大部分观众的心，更是凭一己之力将整个怪兽军团轻而易举的消灭。随后更是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这个连整个光之国都无可奈何的贝利亚。然而在这少年英雄的背后，却差点像贝利亚一样堕入黑暗深渊。幸好有父亲赛文及时阻止了他，但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赛文是他的父亲，当然也不会理解赛文将他托付给雷欧的真正意图。就像变形记中的少年，需要在特殊的环境中去磨练自己的脾性，而赛罗也没让人失望。在日复一日的特训当中，他的那颗守护弱者的心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也成就了赛罗少年英雄之路，也成功与父亲赛文相认。但身为主角，定有他甩不掉的命运存在。2010年11月，赛罗的专属篇章《赛罗 vs 黑暗洛普斯》上映。这其中与机械奥特五兄弟的地狱336小时堪称巅峰赛罗的名场面之一，在与人类 ZEP 队的共同战斗下，终于击碎了萨洛梅星人侵略宇宙的阴谋。同时与黑暗洛普斯的真假赛罗一战，直接引出了下一部堪称神作的大电影上映。就在1个月后，超决战贝利亚银河帝国震撼来袭，满足了多少人对于多元宇宙的幻想，也是将当时最好的特效全都给了赛罗。一场针对于赛罗以及光之国的阴谋浮出水面，身负命运的赛罗带着光之国的所有期盼前往了这个未知的宇宙。在这里，赛罗遇到了第一位人间体蓝，同时也结识了艾美拉娜公主以及镜子骑士、红莲烈焰、钢铁武士，并且也终于知道怪兽牧场的贝利亚并未败亡，甚至组建了银河帝国军团，准备复仇光之国。于是赛罗与本宇宙的有生力量同仇敌忾，虽然在战斗中因能量耗尽灭灯，但经过大家的共同扶持与努力，终于唤醒了传说中的诺亚奥特曼，并且被其赠予了帕拉吉之盾。究极赛罗首次登场，最后在3位伙伴的掩护之下，发射究极弓箭，终于击杀了贝利亚。赛罗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仅拯救了这个宇宙，而且还化解了光之国的危机。同时，赛罗就像鱼入大海，向往自由志向远大。他组建了终极赛罗警备队，穿梭于各个宇宙，守护心中的那道正义，并且阴差阳错间再一步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在贝利亚银河帝国上映1年后，赛罗的新篇章杀手比特星上映。在与众队员重访艾美拉娜公主时，遭遇到了一颗神秘天体的袭击，而这颗天体的主脑比特星企图消灭全宇宙的有机生命体。同时在这颗天体内，还有一个与钢铁武士相同人工智能的钢铁杀手，其强大的实力甚至一度将终极赛罗警备队逼入绝境。幸好公主的真情流露，将钢铁杀手唤醒，也帮助赛罗一起将幕后黑手比特星击败。至此，终极赛罗警备队迎来了新成员钢铁9号。而赛罗的使命仍在继续，但这次的对手却是史无前例的强大。2012年，奥特曼传奇上映，赛罗依然作为主角登场。在收到飞鸟跨越时空的球员后，赛罗来到了这颗濒临灭亡的地球，同时也遇到了自己的第2位人间体大河，但也成为了赛罗此生最尴尬的一幕。因为大河的内心抵制，赛罗变身后只有5米，一度遭到了孩子们的嘲笑。幸好有高斯的援助，才将怪兽制服，但也因此引出了幕后黑手百特星人。他培养的海帕杰顿堪称史上最强怪兽，赛罗高斯在拿不敌之下，直接被打回了人间体。不过绝望中的奇迹也再一次出现，在3位人间体共同振奋下，奇迹中的战士神秘4奥之一赛迦因此诞生，最终凭借着强大的力量才将海帕杰顿击败。赛罗也再一次拯救了这颗地球这个宇宙。同年，超级赛罗格斗顺势播出，正因为赛罗有着一颗守护之心，戴拿和高斯将自己的力量交给了赛罗。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赛罗的实力在这一刻来到了顶峰，同时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考验。在怪兽牧场面对幻化成自己的对手，强大的内心让赛罗克服了恐惧，最终将百特星人以及地狱4兽士一一击败，并且成功救出了曾经让他怀揣守护之心的皮古蒙。然而命运总是捉弄人，宿敌贝利亚再次席卷而来。虽然赛罗将暗黑铠甲的贝利亚击败，但贝利亚的目的就是侵蚀赛罗的身体。黑暗赛罗就此诞生，实力强大，直接将终极赛罗警备队的其余队员全部击杀。可是赛罗并不服输，
他坚定的守护之心是他最后的力量源泉。在与贝利亚灵魂的博弈下，终于化身成为光辉赛罗，不仅夺回了肉身，并且施展繁星驱动，复活了终极赛罗警备队的众伙伴。但是这也使贝利亚复活，也为后续杰德的出场埋下了伏笔。至此，赛罗的个人故事迎来了尾声。随之而来的是新生代的登场，而功成名就的赛罗也将成为前辈，协助新生代的历练成长。2015年到2017年，赛罗穿梭于各个宇宙，先来到银河的宇宙特训小光和翔，并和9位奥特战士合力作战，最终将大 boss 艾塔尔加击败。之后来到了艾克斯的宇宙，不仅让格尔曼博士复制到了帕拉吉之盾，并且在剧场版中赛罗再次登场，战胜了侵略上海的暗箭迪马加。紧接着又2度来到了欧布的宇宙，并且在奥特格斗欧布中与父亲赛文一同训练欧布，使欧布获得全新的自用形态。对于后辈，赛罗也是倾囊相授。到了2018年，捷德奥特曼问世，赛罗几乎作为常驻奥登场，在第1话中就与复活的贝利亚大战，但赛罗身受重伤，究极圣盾也因此损坏。但同时也遇到了自己的第3位，也是最契合的人间体令人。在令人的帮助下，自己能够变身成无限形态，并且再次化身导师，协助捷德成长，并最终一同对抗极恶贝利亚，也算是弥补了自己没有 TV 剧的遗憾了。在之后的捷德剧场版中，终极赛罗警备队再度回归，并一同与捷德欧布战胜了吉尔巴利斯。2019年，一部奥特银河格斗新生代英雄上映，新生代成员们集体亮相。而作为新生代的前辈及导师，赛罗从开场为了保护格利乔，就被黑暗奥特杀手囚禁于黑暗空间。新生代们协力救援赛罗与格利乔，并且纷纷亮出曾经在赛罗历练下变身而成的形态，算是对赛罗的一波致敬了。但桀骜不驯的赛罗哪能轻易服输？在捷德的回馈下，变身成为金色光芒环绕的无限形态，大战自己的复制体黑暗赛罗。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赛罗最终也成为了前浪。新生代们合力之下战胜了奥特黑暗杀手。不过，赛罗的故事仍在继续。同年，泰迦奥特曼上映，作为泰迦的表哥，赛罗再次客串登场，并授予了泰迦等离子赛罗手镯。虽然赛罗一直穿梭于多元宇宙，维护着宇宙的和平，但光之国也再次迎来了危机。2020年，奥特银河格斗2上映，阿布索留特一族想占领光之国的阴谋浮现。赛罗作为光之国新一代的领军人物，纷纷招募各个宇宙的奥特战士来一同对抗阿布索留特一族。在究极生命体塔尔塔洛斯亲自出手后，赛罗也使用了新形态的力量究极光辉赛罗。起初两人势均力敌，但赛罗的新形态能量消耗巨大，最终棋差一招落败。公主尤利安也被塔尔塔洛斯掠走，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怪兽盖内加古在此期间袭击了光之国，并盗走了泽塔升华器和奥特勋章。虽然泽塔与赛罗前往追击，但赛罗因大意卷入了4次元之中，卷入前将泽塔升华器和奥特勋章交给了泽塔，这也引出了泽塔 TV 剧。而身处4次元空间中的赛罗化身光辉形态逆转时间，终于脱困，并来到地球帮助泽塔捷德击败了贝利亚融合兽，也是承认了泽塔这位徒弟。2022年，奥特银河格斗命运的冲突上映。在回到光之国后，针对于援救尤利安的行动也就此展开。为了打败塔尔塔洛斯，赛罗请求乔尼亚斯对自己进行特训。在乔尼亚斯、雷欧和赛文的共同历练下，赛罗找回了最初的自己，那个有着守护之心的少年英雄。这令赛罗的潜能觉醒，获得了新的形态野性爆发。他能够承受住究极光辉形态下大量消耗能量的副作用。终于，与阿布索留特一族的战斗开始了。赛罗化身究极光辉形态后，在巴比尔行星与塔尔塔洛斯正面交锋，终于将塔尔塔洛斯重伤击退。同时，最终一战也在暴雪行星布里扎德打响，两方军团蓄势待发。赛罗再次化身究极光辉形态大战塔尔塔洛斯，并且再次战胜了对手。但塔尔塔罗斯孤注一掷发射，绝对毁灭。幸好奥王的出现将危机化解，宇宙也终于恢复了长时间的和平阶段。但阿布索留特一族的阴谋仍在暗流涌动，属于赛罗的故事也将持续。他讨厌被束缚自由，同时有着一颗守护弱者的心。从叛逆天才到如今的可靠领袖，赛罗的成长陪伴了我们的整个青春，已经是超越特色的偶像符号。终于在2025年的9月14日，远古官宣奥特曼60周年纪念作，独属于赛罗的大电影已经确认制作，这也是对这位新世纪最受欢迎的奥特曼最大的肯定。让我们一起期待。